Hello，大家好，我是 TP。2025年的海南环岛自驾游的攻略做的差不多了，这边录一期行程规划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行程是怎么规划的。首先，今年的时间是准备去8到9天，大概率应该会去9天。然后时间范围是从2025年的4月1日到4月30日中间选一个整周去，加上前后的周末。然后今年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整体向后延了10到15天。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航班这边的限制是周二、周四、周六我们这边有直飞的去程，当然周二、周四、周六也有直飞的回程。然后时间会比去年好一点，因为今年是13:35就可以落地，那么等于一个下午的时间都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去年好像是14点多还是15点多落地的。对，然后今年的方案是还是和去年一样，优先追逐晴天，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会在出发的时候可能只定那个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的那个就是住宿的一些东西，后面的都是按照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做调整。然后再说一下今年的天气原因延迟了10到15天，如果你也有相同的需求，可能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天气。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准备去的一些地点。第一个去的地点是海口，海口应该是第一天会到那个地方，然后是作为机场进出的一个进出岛工具，然后会在文昌待一天，主要就是如果能赶上的话，去看一下火箭发射或者相关火箭主题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去年没有赶上火箭发射，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这个好运气。然后在文昌的海边给孩子赶一赶海，然后在神州半岛准备待2天，主要就是那边的沙滩啊、商业气息都比较好，租一个草莓熊去自驾。然后在三亚准备待2天，就是酒店游，就是休息的一个中转方案。然后在陵水我们也准备待2天，就是说直接在猴岛上赶赶海啊，看看鱼排，吃吃海鲜，然后坐坐缆车这种。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备选地点就是博鳌。我们对博鳌那边的环境感觉还是挺好的，但是不确定时间能不能赶得上。如果能赶得上的话，可能去那边住个1-2天，大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来看一下具体的行程规划。首先第一天的行程我是做了的，后面的行程我没有做，因为要随机应变，所以大概就写了一个大概的。然后后面几天如果有空我就再细化一下。但是和之前的视频差不多，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看之前的视频。首先第一天我们来看，第一天是海口到文昌。首先飞机落地的时间是13:35，去年我们是12:40飞，然后是16点到的，所以整个时间前移了很多，那么下午的时间就能利用上。然后规划的时间是13:35到13:55，一共是20分钟去机场取行李和那个换衣服。对比是去年的时间，去年是15:56那个就是到的那个飞机的廊桥，然后取完行李到机场大厅的那个出口是16:14，一共用了18分钟。今年我给了20分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下一步是去机场那个停车楼取车，是留了45分钟，时间是从13:55到14:40。行程就是取车的间隙，孩子去个洗手间啊，稍微整理一下，那边资源也都有。然后对比一下去年的行程，我们从机场大厅到易嗨的门店取号是用了16分钟，然后今年我留了45分钟。当然今年的取车因为会有了微信嘛，可以提前沟通，取车应该20分钟是足够的，所以整个时间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有可能会再向前赶一下。然后这边说一下车辆吧，今年很有可能还是去租一辆 Model Y， 因为那个 Model Y 的 FSD 落地了，想去体验一下。然后那个租车门店还是选择易嗨，是这样。然后取完车以后大概是14:40，那么我们准备直接从机场去那个文昌海边的酒店，大概的整个行程应该是96公里，1小时30分钟，我们估计应该是在16点半之前可以到，我这边规划是到16点，因为路上如果稍微快一点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今年我们就不走沿海的那条观光路了，直接从内部的那个就是距离比较短的那条高速公路过去到文昌。其实到文昌的海边看看日落呀，挖挖沙，赶赶海，
对孩子来说也挺好的。然后下面几天的行程是这样的，准备在三亚待2天，是第2天和第3天。我准备从文昌直接到三亚，然后主要是酒店游玩2天，然后这边的要点就是酒店度假，然后这边的条件比较好，商业气息也比较好，然后主要就是休息、吃饭、购物啊，各种各样的。然后接下来2天从三亚往北走的话，我们可能考虑去猴岛，因为这2个地点三亚和那个猴岛离得比较近，我们准备在猴岛上住2天，然后要点就是赶海捕鱼，然后体验一下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是挺好的。然后再接下来第6天和第7天，我们是准备待在神州半岛。神州半岛是上一次我们就是24年去海南环岛的时候的一个遗憾，我们准备今年把这个遗憾补上。那么就是神州半岛那边有很长的海岸线、海滩，然后有商业，然后有孩子很喜欢的草莓熊的3轮车自驾，所以我们准备就那2天自驾，就是逛吃，这个逛吃玩3样。然后轻轻松松的去度过，然后那边的商业气息很好，也适合休息和吃饭，然后那边有很好的沙滩，还有我们喜欢的草莓熊、电瓶车，所以是这样。然后最后是第8天和第9天从海口飞回来。为什么第8天和第9天都可以呢？因为我看了一下航线的信息，我们可以考虑不飞回我们的居住地，我们可以考虑选一个中转地飞回来，然后坐高铁回来，这样时间其实是差不多，费用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可以额外多玩1天，因为我们之前是周6去周6回，现在可以做到周6去周天回，那么整个那个效率上就会好很多，大概是这样。好的，这就是今年那个我们海南环岛自驾的相关的一个规划，希望这个规划对您会有所帮助。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 一名专注于育儿和亲子旅游分享的奶爸。如果您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账号，期待与您一起分享更多精彩内容。谢谢。